地球上最大的煤田厚900米，绵延上千公里，真的是植物形成的吗？地球上广泛分布着各式各样的煤田，其中的一些煤田规模相当大，比如说位于北美洲的阿巴拉契亚煤田，被公认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煤田之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科学家告诉你这900米厚的煤层全都是由几亿年前的枯枝败叶、烂草根变成的时候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不是觉得这简直是在开玩笑？我们要知道，煤炭的形成有一个著名的压缩比。一般来说，大约10米厚的原始植物残骸，经过几千万年的压实、脱水和复杂的化学变化，最后只能剩下1米厚的煤。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算，900米厚的煤层意味着当年在这个地方曾经堆积了整整9000米厚的植物尸体。9000米啊，朋友们，这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。难道在3亿年前的地球上真的存在过一座由烂木头堆出来的世界之巅吗？如果不是，那这900米厚的煤炭到底是怎么来的？难道地质学家的结论真的错了吗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深入探讨，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。在探讨它是怎么形成的之前，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个阿巴拉契亚煤田到底有多大。它位于美国东部，横跨了宾夕法尼亚州、西弗吉尼亚州、肯塔基州等好几个州。它的总面积大约18万平方公里。18万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？它相当于整个广东省的面积那么大。在这个巨大的范围内，煤层像千层饼一样叠在地壳里。在一些核心区域，含煤地层的累积厚度确实达到了惊人的900米。这里的煤炭质量极高，主要是烟煤和无烟煤，含碳量甚至可以达到90%以上。自18世纪末以来，人类大规模开采这个煤田，支撑了工业革命。但即便如此，这里的储量依然惊人，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：地球到底是怎么在同一个地方攒下这么多家底的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把时钟拨回到3.6亿年前。那个时代，地质学家称之为石炭纪。石炭这2个字，字面意思就是制造煤炭的年代。可以说，那个时代存在的唯一目的，似乎就是为了给后来的文明准备燃料。那时的地球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完全不同。当时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并不在现在的北温带，而是在赤道附近。那是一个湿热多雨、终年如夏的超级热带天堂。当时的阿巴拉契亚地区空气极其潮湿，含氧量高得吓人。今天的空气含氧量是21%，而石炭纪时期高达35%。在高氧环境下，生命变得异常狂暴。一展1米的巨型蜻蜓，小汽车长的巨型蜈蚣在林间穿行。但最疯狂的还是植物，统治陆地的是巨型蕨类植物，比如50米高的林木和直插云霄的枫叶木。这些植物有一个共同点，它们长得极快，在湿热的气候和高氧环境下，它们就像是吃了生长激素一样，短短几年就能长成参天大树。但长得快并不是造就900米煤层的唯一原因，最关键的秘密隐藏在这些植物的细胞壁里。在石炭纪之前，植物大多是矮小的、软塌塌的，但到了石炭纪，植物演化出了一种划时代的化学物质——木质素。木质素就像是植物体内的钢筋混凝土，它让植物变得坚硬，能够支撑起几十米的高度去争夺阳光。然而，进化史上出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时间差。虽然植物发明了木质素，但当时地球上的微生物，那些真菌和细菌还没进化出分解木质素的本事。这在地球历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时期。你想啊，一棵50米高的林木倒下了，在今天，它很快就会被分解，但在石炭纪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吃掉它。它就像是一个扔在荒野里的塑料袋，几千年都不会烂。于是，森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、永远无法清理的垃圾场。老树倒下，新树在老树的尸体上继续生长，然后再倒下。这种真菌还没学会吃木头的尴尬期，持续了整整几千万年。这就是著名的真菌滞后假说。虽然近年来有科学家对此提出挑战，认为环境因素更重要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那个时代的植物遗骸确实得到了超乎寻常的保存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就算木头不烂，那也只是堆在地面上啊，堆高了不就塌了吗？
怎么可能堆到9000米后变成900米的煤呢？这就需要地壳的神助攻了。阿巴拉契亚煤田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之最，是因为当时这里的地壳正处于持续缓慢的下沉状态，地质学上称之为盆地沉降。这就像是一个缓慢下降的电梯，植物堆一点，电梯就降一点。如果下沉太快，这里就会变成深海，植物会被淹死，泥沙会冲进来，煤就没法形成了。如果下沉太慢，植物堆高了就会露出水面，被氧气氧化掉。但阿巴拉契亚太幸运了，在长达6000万年的时间里，它的地壳下沉速度竟然和植物堆积的速度达到了完美的同步。这简直是宇宙级的巧合。这片土地就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巨型垃圾桶，耐心地收集着每一片叶子，每一根树干。整整6000万年，没有一天停歇。当这些植物遗骸被埋入地下后，真正的魔法才刚刚开始。随着上层堆积物越来越厚，底部的植物残骸开始感受到巨大的压力。同时，由于越往地下温度越高，这些植物经历了一场长达1年的低温烘焙。首先，水分被挤出，氢、氧、氮等元素散失，剩下的就是碳。这个过程叫碳化作用，从泥煤到褐煤，再到烟煤，最后升华为含碳量极高的无烟煤。阿巴拉契亚煤田之所以牛叉，是因为它不仅量大，而且火候掌握得刚刚好。它经历的压力和热量，恰好把这些远古植物提炼成了最高级的能源。可能很多人觉得900米是个天文数字，但如果我们换个视角，用地球的时间尺度来看，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极其平庸的积累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石炭纪持续了大约6000万年，900米也就是90万毫米。用90万毫米除以6000万年，结果是多少？ 0.015 毫米。也就是说，阿巴拉契亚这片土地平均每年只需要攒下 0.015 毫米厚的煤，这还不到一张打印纸厚度的1/10，每100年只需要攒下 1.5 毫米，还没你指甲盖厚。但在地球母亲的眼里，10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，它有的是时间。它就这样，每年攒一点，每年攒一点，攒了6000万年。这就是时间的力量，它不需要轰轰烈烈，它只需要耐心。在复利的加持下，最微小的积累也能造就最宏伟的奇迹。前面说到的真菌滞后假说，虽然听起来很完美，但在科学界它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。2016年，顶级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 发表了一项研究。科学家们通过基因组分析发现，能够分解木质素的真菌，其实在石炭纪之前就已经出现了。他们认为，石炭纪之所以能造这么多煤，主要不是因为真菌笨，而是因为当时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太极端了。当时的地球正处于一个剧烈的造山运动时期，阿巴拉契亚山脉正在隆起，导致周围出现了大量的沉降盆地。同时，全球气候异常湿冷，这种大规模的湿地环境才是保存植物遗骸的头号功臣。不管真相是哪一个，或者是两者的结合，阿巴拉契亚煤田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那个疯狂时代最好的记录。讲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？我们现在所依赖的工业文明，本质上其实是在啃老。煤炭是什么？煤炭是远古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的太阳能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烧掉一块煤的时候，你实际上是在释放3亿年前的一缕阳光。那缕阳光照在了一棵巨大的林木上，林木倒在了沼泽里，被地壳埋进了深处，等待了3亿年，最后被你挖出来，烧掉了，温暖了你。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能量传递。阿巴拉契亚那900米厚的煤层，其实就是地球攒了6000万年的存折。我们人类只用了短短200年的时间，就取出了这张存折里的一大半。这不禁让我想到一个问题：如果几亿年后，地球上出现了下一代智慧文明，他们在地层里会发现什么？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今天研究阿巴拉契亚煤田一样，去研究我们留下的痕迹？到那时候，他们发现的可能不再是900米厚的煤层，而是几厘米厚的、充满了塑料微粒和放射性同位素的奇怪地层。他们会不会也发出同样的感叹：那个时代的生物到底在干什么呢？